我被卖给了侯府快死的二公子冲喜。成亲时，侯爷发话：二公子活，我活；二公子死，我陪葬。洞房花烛夜，我看着床上不许我靠近的二公子，一咬牙把他给睡了。二公子双腿残废，不能反抗，气得直骂我不知廉耻。我一边哭一边干活：对不住了，我不想死，若能有个孩子，就不用死了。可后来我把睡过他这事给忘了，背着包袱想回家。二公子却死死抓着我的手，目光偏执，照例不准丢下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你下流！红纱帐中，谢无咎怒火中烧，却因双腿残废，无法反抗，食指紧紧抓着被褥。原本清冷贵气的脸，如今附着一层薄汗，潮红不堪。二公子，你且忍耐一些，你就快好了。我流着泪，咬唇。谢无咎虽厌恶我，却终究敌不过我软磨硬泡。照理，你一个大家闺秀，怎能这般不知廉耻？谢无咎骂我一个大家闺秀不知廉耻，可他不知我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更不是赵离。我本名有小妻，只是个农户之女，为了给娘治病，才把自己卖给赵家，顶替赵小姐来冲喜。临走前，赵老爷同我说，谢无咎的病已无力回天，不出10天半月便会咽气，到时候我便接你回去，与你娘老子团聚。可我到了侯府才知道，赵老爷是骗我的。侯爷告诉我，我已经被买断了，生死全凭侯府。谢无咎活，我活；谢无咎死，我陪葬。我慌了，我不想死，可若叫侯府知道我不是赵离，只怕也活不成。思来想去，唯有强睡了谢无咎这一条路。只要在他死前能有个孩子，侯府就不会让我陪葬了。4更天，尘埃落定。我虽然没有经验，但从前常常在小树林里撞见这种事，照做起来也算顺利。能不能怀上，就全凭造化了。我轻舒一口气，倒了下去。谢无咎气息浑浊，他被我折腾了半宿，耻辱不堪，奈何他身子不好，又拿我没办法。平复一会儿，他咬着牙道：还不下去？是。我拖着疲惫的身子，使劲地下了床，裹上自己的衣裳，又扭头去帮谢无咎清理。别碰我！他绷着脸，不想再看见我。玉一般清贵的人，如今叫我糟蹋了，自然一时不能接受。可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我收回手，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，默默掉了2滴眼泪。二公子莫怪，我也是为了侯府子嗣着想啊。你我既是夫妻，这一遭事迟早要经历的，早些晚些也没分别。你放心，他日你去了，我会为你守灵，让你风风光光的走。若有了孩子，我也会将孩子好生养大，让他日日给你磕头，一辈子记得你。你还说？谢无咎气急，捂着心口，差点吐血。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你别动气，我怕凑在跟前，再惹得他动怒，一命归西，那可就不好了。于是连忙退了几步，到门边坐下。谢无咎咳了一会儿，就没声了，也不知是死了，还是睡过去了。我也不敢过去看，抱着膝，拥成一团打瞌睡。半夜，我内急，又不敢问谢无咎茅房在哪里，只好偷偷打开房门，溜了出去。谢府很大，我摸黑找了许久，才找到地方。回去时，却忘记自己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，东找西找，忽听见角落里有人在说话。其中一人沉声道：放心，管他谢无咎是真病还是假病，我绝不会让他活到太子回京那日。还是稳妥些好。有人要谋害谢无咎，我吓得退了一步，却不慎踩到一片碎瓦，弄出了声响。谁？里面的人追了出来，我拔腿就跑，但那人身法极快，转眼就追了上来，一巴掌拍在我脖子上。我倒了下去，身体像煮软的面条，站不起来，也喊不出声。挣扎间，听见一人说：他肯定听见了，快杀了他。另一人认出了我，急道：不可，他是谢无咎的心腹，若弄死了他，府里就乱套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人沉吟片刻，沉声：无妨，我这里有药，能让他忘了今日之事。我醒来时，不知是什么时辰，只觉得地上硬，身上痛。我捶了捶背，吃力地爬起来，却见红烛已灭，
谢无咎睡得正香。可是我怎么会在地上？难不成是让谢无咎给踹下来了？不，他都瘫了，如何踹我？想必是我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。我默然站了片刻，回忆起今日之事，心里一紧。糟了，不是打算办了谢无咎，留个后吗？怎么就睡着了？我连忙跑到床边，借着微弱的月光打量谢无咎。他沉睡着，呼吸极弱，瞧着随时都要死。我咬咬牙，一咕噜爬上床。对不住了谢无咎，我不想死，若能有个孩子，就不用死了。我伸手探进被窝，掏啊掏。谢无咎从梦中惊醒，见鬼一般，你干什么？我吓了一跳，却不敢停。二公子莫怪，我也是为了侯府子嗣着想啊。你我既是夫妻，这一遭事迟早要经历的，早些晚些也没分别，你就配合些吧。赵离，你也太不知彦足了吧？又来？什么叫又来？我不解，也不肯放手。二公子，你就从了我吧。要个孩子，对你我都好。我真的已经没有了。赵离，你给我下去。谢无就快崩溃了，终于忍不住，一脚把我踹了下去。我捂着肚子，好半天才缓过气来，然后忽然感觉不对，他不是瘫了吗？怎么还能踹我呢？我刚想问，谢无就一挥手，一阵白烟飘过，怪香的嘞。我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，天已经亮了，丫鬟们要进来伺候我梳洗。我缓缓坐起来，头疼得厉害，揉了揉脑袋，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的了，只依稀记得我想办了谢无咎，却没有办成，还被他踹了一脚。踹了一脚？不对，谢无咎双腿残废，如何踹我？大约只是推了一把，我肯定记错了。敲门声再次响起，我回头看了看沉睡的谢无咎，纠结片刻，一口咬破手指，将血抹在被褥上。进来吧，我轻声道。一大一小两个丫鬟推门而入，小丫鬟手里捧着药，大丫鬟手里捧着衣裳，淡笑着走来。少夫人，嘘！我打断他们，低声些，别吵醒了二公子。小丫鬟犹豫了一下，可这是吊命的参汤，每日清早必须要吃的。那你等他醒了再喂。二公子他昨夜累了，让他好生休息吧。我偏过脸做羞怯状。两个丫鬟对视一眼，大丫鬟放下衣裳，理了理被褥，正好看见那一抹血。她眸光一动，悄声对那小丫鬟道：快去告诉侯爷。后面的我就听不见了。小丫鬟一愣，点点头，连忙出去了。大丫鬟见她走了，拿过衣裳，对我笑笑：少夫人，我伺候您更衣吧，一会儿还要去敬茶呢。我点点头，忐忑地看着小丫鬟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，只愿这样能骗过侯府的人，让我多活几天。换过衣裳后，我被那大丫鬟领去了前厅。厅中左右两边站满了人，但侯爷和夫人却不在，主持大局的只有一个二房的姨娘。也是，我这样的冲喜新娘，哪里值得他们来见？进屋后，姨娘拉着我的手，可怜地看着我：孩子，苦了你了。确实是苦了我了。我心里一酸，捏着帕子流起泪来。姨娘连忙抱着我，轻声安慰：我听说昨夜你和吴就圆房了。好啊，这太好了，说不准你还能给他留个后呢。这消息倒传得挺快，可我根本没睡成谢无咎，上哪留个后呢？也不知道谢无咎还能活几日，我还有没有机会？想到这，我更伤心了。正要哭，却听见角落里有人比我哭得更伤心。我扭头，看见个白衣女子，身形娇怯，面若桃花，正瞧着我抽抽搭搭的哭。怪哉，就算觉得我可怜，也不必哭成这样吧。姨娘见状，忙道：这位是无咎的表妹，叫柳寒烟，6年前来的府上，如今已与府上的管事定了亲，好事将近了。说完，她朝那女子使了个眼色：快别哭了，叫夫人看见可怎么好？柳寒烟咬咬唇，看了我一眼，红着眼跑了。敬完茶，一名丫鬟领我回去伺候谢无咎。穿过花园假山时，一道身影忽然拦住去路，原来是柳寒烟。她挥手叫那丫鬟先退下，待丫鬟走了，才捏着帕子，红眼问我：我问你，你真的跟表哥圆房了？好奇怪的话，
圆不圆房的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他喜欢谢无咎？我想了想，咬咬唇，羞涩地偏过脸去。这种事难道还能有假？表妹怎么问这个？真是羞死人了！我不信！他急了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表哥双腿残疾，连床都下不了，怎么还能同房？表妹这就不懂了，他不能动，我能呀。当真？我点点头，眼神愈发娇羞。我骗你做什么？柳寒烟愣了好一会儿，眼神空洞，只有一颗一颗的泪扑簌簌往下掉。果然是了，若不是因为喜欢谢无咎，怎么会因为他和我同房便如此伤心？听姨娘说他已许配给管事了，爱而不得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一时心软，拍了拍他的手，表妹别伤心了，世上也不止无咎这一个好儿郎。你知道什么？他扁着嘴嘤嘤抽泣。我与表哥青梅竹马，这世上只有我最了解他，若不是因为我的身世，我们本该是夫妻的。她生得漂亮，哭起来更是娇滴滴的，我要是个男人，只怕魂都叫她勾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事已至此，便看开些吧。我看那管事也很俊嘛，他哪里能和表哥相提并论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只要他为人踏实，对你好，日子总能过下去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叹气，哄了他好一会儿。他止了哭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表嫂，你是个好人。我知道，我是。所以今晚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睡？我松开手，不确定，和谁？柳寒烟哀切地望着我，我不日就要嫁人了，可我实在厌恶那人。若能在成亲前跟表哥好一场，就是死也值了。表嫂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你疯了吧？他哭起来，反正灯一吹，谁也看不清谁。表嫂，你就当不知道。闭嘴！她一个大家小姐，怎么比我们乡下人还粗野？我被她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。早知道我才不安慰她。这话我就当没听见，你别再提了。我再不敢看她，转身匆匆跑了。回房时，谢无咎已醒了，正坐在床头，被丫鬟喂着，一口一口地喝参汤。看见我进门，他呛了一下，汤水弄到了身上。丫鬟正要擦，我连忙上前，我来吧。还没碰到，他便已躲开，不许碰我。我的手僵在半空，讷讷地收了回去。谢无咎对这么讨厌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坐在床边，垂着头，感觉自己死期将近。坐了一会儿，我起身就要出去。谢无咎抬眸，茫然地看向我，赵离，你去哪儿？反正你看见我就烦，我还是出去待着吧。我何时？谢无咎说了一半就不说了，郁闷地扭过脸。我也没再说什么，垂头丧气地关门出去了。其实不是怕他烦我，是饿了。早上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东西呢。我摸摸肚皮，依稀记得厨房在东南角，便循着记忆去找。刚出院门没几步，就遇上两个人，其中一人的声音十分熟悉，可我却记不得在哪里听过。那人看见我，停下了脚步。我怔了怔，认出了他，去敬茶的路上远远看见过，丫鬟说过，他是侯府庶长子谢长林。我扶了扶身，大伯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来看看无咎好些了没有。你认得我？认得，今早在路上远远看见，丫鬟给我指了。原来如此。他点点头，眼神晦暗不明，须臾，抬眸笑道，听丫鬟说，方才柳姑娘找你了，她没跟你说什么吧？那她说的可太多了。我摇头，没说什么，就是闲聊几句。那便好。他轻叹，寒烟和无咎一向要好，我正担心他不喜欢你，对你说些没轻没重的话呢。我有些讶异，听这话，柳寒烟和谢无咎的事，竟是人尽皆知的。大伯，寒烟和无咎从前很要好吗？是啊，无咎对寒烟一向爱护有加，若不是病了，他不想连累寒烟，否则……哦，我多嘴了。弟妹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谢长林不再说下去，对我笑笑，我先去看无咎。好。我目送他走远，心里翻起千层浪。今早我还以为柳寒烟对谢无咎是单相思，如今看来，他们原来是两情相悦，只是因为各自的苦衷不能在一起。谢无咎不肯与我同房，一定是惦记着柳寒烟，为他守身如玉呢。
我想了一会儿，心中有了算计。既然柳寒烟送上门来，想跟谢无咎好一场，那我何不成全他？谢无咎不肯碰我，难道还不肯碰他吗？等他搞完了，我也去搞一下。说办就办，我提裙就去找柳寒烟。花园里，我见到了他。表妹，你今早说的事，我答应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柳寒烟感激不已，表嫂，你只管说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抓心挠肝的等到天黑，丫鬟们都走了，我才借口要找东西，把柳寒烟放了进去。屋里烛火昏昏，交谈声低不可闻。我在院门口把风，竖着耳朵，一边留心外人，一边注意着屋里的动静。我和柳寒烟说好了的，他弄一半就得出来唤我，可不能出差错。柳寒烟进去没多久，烛火忽然灭了。我按到这下稳了，搓手等着换人。可没一会儿，屋里却传来瓷器摔碎的声音。下一刻，柳寒烟推门而出，捏着帕子低着头，脚步匆匆。我忙拉住他，低声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成了吗？”他抬眸，眼泪汪汪的：“表嫂，不行。”说着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咬了咬唇，狠心离开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愣神片刻，连忙跑回屋里。房间里一片死寂，地上碎瓷满地。谢无咎垂眸坐在床头，衣冠齐整，神色沉郁。所以刚才他们什么也没做。柳寒烟说不行，不会是谢无咎不行吧？我又看了看谢无咎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完了，黎神每次骂牛叔不行的时候，牛叔就是这副垂头丧气样，跟谢无咎如出一辙。我原以为他只是双腿残了，别的地方总还能用，没想到。你站那儿做什么？谢无咎见我进来，淡声发问。我回过神，连忙点灯，屋里的灯怎么灭了呢？二公子，方才我看见柳姑娘出去了，你们……他打断我，你与她说过话？我心虚的摇头，啊，不曾，只是敬茶时见过一面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他蹙眉，目光复杂，你以后最好离他远点，怕我擅妒，欺负他的心上人。他这么关心柳寒烟，倒也是个情种。只是我如今自保都来不及，哪里有闲心去害别人？你放心吧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不会去招惹别人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在床边坐下，同情地看着他。牛叔说过，男人可以死，但不能不行。谢无咎在心上人面前被戳破自尊，也太可怜了。许是我表现得太明显，谢无咎怪异地瞧着我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哎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轻轻摇头，垂下眸子，为自己担忧起来。谢无咎不行，那就留不了后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总是没有办法。一扭头，见谢无咎袖子破了个洞，顺手拿过针线，要给他缝。二公子，你袖子破了，我给你缝一缝吧。我哀戚戚地低下头，一针一线地缝起来。谢无咎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狐疑道：“赵离，你怎么了？无端端的来献殷勤，又打什么算盘？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的妻，对你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”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你有什么话直说行吗？别这么邪门，弄得我直发怵。你……我抬头，原想顶他两句，想想还是算了，嘴一扁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昨天你爹说，你若死了，便要我陪葬，你能不能跟他说说，让他放我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把我埋了有什么用啊？我越说越委屈，想到爹娘，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。谢无咎一愣，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？赵离，我爹是骗你的，你怎么还真信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骗我？我当然知道，他是怕你不好好照顾我，才说这种话的。何况皇城脚下哪有随随便便训人的？放心吧。我红着眼睛，还是不信。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？到时候你都死了，你还能拦他不成？他不笑了，叹了口气，认真地看着我。不会的，我保证。你实在不放心，我床底下还有个暗道，能逃出谢府，你到时候从这里跑掉就是了。暗道？真的。我将信将疑地爬进床底，摸了一会儿，掀开一块木板，果真看到了一条地道。还真有啊。我钻进去，确认那暗道能出府，才高兴地爬出来。谢无咎眼神有些无奈，
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这下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不怕了。我心中激荡，一屁股坐在床边，又忽然觉得刚才那话不对，讪笑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最好还是别死，好好活着。他冷哼一声，夜深了，快睡吧。好。谢无咎对我这么厚道，我也该报之以礼。之前为了留后，总往他身边凑，现下既没了后顾之忧，也就不必勉强他和我睡了。我左看右看，柜子里翻出来一床被褥，铺在了地上。谢无咎愣了愣，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？我头也没抬，往被窝里一滑，我睡地上。谢无咎，我再也不会碰你了。为什么？谢无咎一下坐起来，可我是说，你碰我碰的还少吗？现在倒矜持了。我一下睁开眼，我碰你什么了？他一噎，有些说不出口，你昨晚都那样了。哦，他说我半夜爬床那事，那不是没办成吗？也就是摸了2把，他们城里人太保守了。我又闭上眼，多大点事，你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吧。咱们谁也别再提。多大点事？照离。谢无咎瞪大了眼，却发现我早就翻过身，不搭理他了。于是咬牙，卷着被子背对我睡了。刚躺下，门外忽然传来丫鬟的声音：“二公子，大公子来了。”我一咕噜爬起来，胡乱将被褥塞回柜子里，这才去开门。只见门外站着的，除了谢长林，还有一个端药的丫鬟。大伯怎么来了？谢长林脸色苍白，笑得温和：“我今日得遇神医，求来了一副好药。神医说，这药对无咎的病是极好的，我等不及，想让他试试。”我看了看那药，没问是什么，侧身将他请了进来。谢无咎咳嗽着坐起来：“大哥，快躺好，无咎，你不必起身。”谢长林扶着床坐下，神医说这药对你好，我不敢耽搁，想立刻熬好给你送来，不成想竟熬到这个时辰。什么药？大哥何必亲自来熬呢？没什么，一个古方罢了。谢长林笑笑，虚弱地捂了捂肩。旁边的丫鬟看不下去了，红着眼道：“大公子，您为什么不告诉二公子，是您割了自己的肉做药引呢？”春意，你多嘴了，为什么不能说？您得了方子，一点没犹豫便割了肉，为此元气大伤。别说是亲兄弟，就是亲父子，也没有这样的。您每次都是这样，明明为别人做了许多，却一点也不肯说，奴婢实在心疼。春意。谢长林眉头压低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谢无咎愣了半晌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：“割肉入药？大哥，你这样做，我如何受得起？”谢长林见瞒不住，摇头笑笑：“无咎，只要能救你，大哥做什么都愿意。别说割肉，就是要我一命换一命，我也舍得。”大哥，谢无咎内疚地看着他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谢长林拍拍他的肩，站了起来：“我先走了，你喝了药便早些休息，你好了，我才能好。”说完，便让春意扶着往门外去了。我紧跟着一起出去：“大伯，我送送你吧。”好。谢长林往外走了几步，院门口，他回头看了看谢无咎，轻声问道：“弟妹，我听下人说，刚才韩嫣来过。”我脚步一顿，微垂下眼眸，含糊应道：“是，柳姑娘她来看看无咎。”他点点头，像是知道什么了一般，拍拍我的肩：“韩嫣和无咎自幼交好，放不下也是人之常情，你莫要介怀。你初来府上，人生地不熟，若有什么不懂的，或有人欺负你，尽管来找我就是，我替你出头。还有，我父亲说的话，我也知道一些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。父亲真要做什么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”我眼皮子跳了跳，谢长林的话，乍一听，句句都在关怀我，细想想，却又觉得不对劲。难道这侯府里人人都有坏心思，只有他谢长林一个靠得住？我不愿无凭无据地揣测别人，但不知为何，潜意识里就是不喜欢他，甚至有些怕他。沉吟片刻，我捏着帕子，感动地望着他：“多谢大伯，大伯对我这样好，叫我如何报答呢？”他抿唇笑笑：“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你照顾好无咎就够了。我虽是他大哥，却也不能时时陪着他，你多留心一些。他若有什么异样，或者身子好一些了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。”“是，大伯放心，
我一定帮你好好看着吴舅。谢长林满意地点点头，往自己院子去了。看着他走远，我才关上院门，匆匆回房。这药你还是别喝的好。我沉吟片刻，起身将药全部倒进了花盆里。谢无咎惊讶地望着我，你干什么？我坐回床边，表情严肃，谢长林给的东西最好还是不要收，我不放心他。谢无咎蹙眉，摇了摇头，我们是亲兄弟，他难道会害我？你多心了。亲兄弟怎么了？村里面为了争一口锅一袋面，弄死亲兄弟的，我见得多了。农户家里尚且如此，你们侯府家大业大的就更要争了。不会的，大哥与我感情极好。当年我父亲出征，3年没有消息，是大哥每日带我读书练功，照顾我长大的。这次我病了，也是他四处求医，跑断了腿，我怎么能怀疑他？从前感情好，如今可就不一定了。我们村里多的是幼时相依为命，长大后为争家产，斗得你死我活的兄弟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你太单纯了。谢无就安静了一会儿。你们村里？我一愣，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眨了眨眼，咧嘴笑。对呀，我们村里，我家在村里有亲戚，我常去玩。怎么了？是吗？谢无咎若有所思地瞧着我，我后背发凉，忙转过脸，咕咕喝茶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到底没再问什么，喃喃道：可大哥为了我，不惜割肉入药，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做这样的事？我放下茶杯，割肉入药算什么？咬咬牙的是，明儿我再去问他要一些，他若还舍得，我就再也不怀疑他了。谢无咎沉默半晌，摇了摇头，别想这些了，睡吧。他躺了下去，我也从柜里掏出被褥，铺在地上睡了。没一会儿，谢无咎往床边挪了些。赵离，床上来睡吧，地上硬。不来，我说了再也不碰你的，绝不食言。他一噎，气鼓鼓地转了过去。第二天清早，我醒来时，身上仍裹着睡前那一床被褥，人却在床上。我惊奇地摇醒谢无咎，我怎么在床上？谢无咎睁眼，没好气地瞧着我，谁知道呢？许是你半夜嫌地上硬，自己上来的。是吗？难道是梦游？我懊恼地爬起来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他冷冷地瞥过眼，不再看我。我去找大公子再要一点药饮吧。我说着就要起身，谢无咎一把拉住我。你真要去？不然呢？我扯回手，匆匆洗漱过，端着碗就去找谢长林了。大公子，少夫人来了。丫鬟匆匆通报，引着我进了谢长林的屋子。时辰尚早，谢长林刚起身不久，穿着中衣，来不及换衣裳，左臂处用绢帛包扎着，隐隐透出血迹。我的儿，你何苦呢？这家里也没人会念你的好。说话的是凤姨娘，也就是谢长林的小娘，正红着眼帮谢长林穿衣。我进屋后，谢长林轻轻咳了一声，无就是我弟弟，只要他好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说完，抬头看向我，弟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了看凤姨娘，犹豫了一下，抱着碗走上前去。大伯，昨夜的药果真有效，无咎以前一夜吐7、8次血，昨夜吃了药，只吐了1次，真是多亏了大伯的药引。谢长林点点头，欣慰地笑笑，那便好，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。所以我捧着碗，希冀地望着他，大伯能再给我一些肉吗？无咎再吃几次，一定能痊愈。啊！谢长林没想到我会再要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凤姨娘瞪眼，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哪有要了还要的？我儿身子都没恢复呢。我缩了缩，抱着碗，红了眼，对不住，我也是关心则乱，大伯若不愿意，就算了吧。我噙着泪就要走。慢着！谢长林心中天人交战片刻，硬着头皮道：罢了，无就是我亲弟弟，我有何不肯的？我的儿，你不能。娘。谢长林沉声道：只要无就能好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看了看谢长林，激动地把碗捧过去，太好了，大哥仁义。大哥先割1斤给我吧。凤姨娘一下站了起来，1斤？你要做东坡肉啊？她指着我，浑身发抖，你要救老二，也不能拿我儿的命去换吧？对不起，我收回碗，
惶恐地望着谢长林。谢长林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须臾，睁眼瞧着我，温笑道：“弟妹，这是药引，不是当饭吃的，只用一点就够了。”他拿过碗，垂眸看了看，不顾凤姨娘阻拦，一刀剜下臂肉。我吓了一跳，肩膀隐隐作痛，就好像那刀剜在我身上似的。弟妹，给。谢长林咬牙忍痛，将碗递给我。我瞧着碗里那指甲盖大的药引，怔愣良久，所以也就没有发现谢长林看我的眼神变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大哥了。我将碗递给谢无咎，抱着臂，冷酷地坐下。虽然我依旧不喜欢谢长林，但我说了，只要他肯割第二次，我就再也不怀疑他，说话要算话。我以为谢无就会说我一顿，可等了一会儿，也不见他出声。我扭头看过去，发现他正盯着那药引，神色凝重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怎么啦？没事。他摇了摇头，说完将碗放到一边，抬眼对我笑笑：“今日天气不错，推我出去转转吧。你这身子能出门？吹了凉风可怎么办？”他抿唇：“你都跟大哥说了，我吃了药好了许多，那我自然得出去转转，好叫大哥放心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我想了想，也行，总不能整日困在这房里不见天日，晒晒太阳，说不准还好得快些。说走就走，我掀开被子，将谢无就背到了轮椅上。你力气还真不小。他随口道。我一怔，装模作样的捶腰：“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”谢无就笑笑，再没说什么。出门前，谢无就先去看了一趟谢长林，送了药，道了谢，这才让我推着他出府。安全起见，身后还跟了4个护卫。我也就是出嫁那天，从花轿里匆匆看过一眼京城，今日实实在在地走在街上，感受与那日完全不同。转过了一条街，谢无就看见前面的慈恩寺，便让我推他进去喝杯茶。入寺后，一个小沙弥引我们见了主持，那主持认得谢无就，许久不见，两人在房中讲起佛法来。我听不懂，干脆先出去，在寺院里溜达。慈恩寺修在城中，却十分僻静，往来香客没有一个高声言语的。我认不得菩萨，只觉得大殿里一排金灿灿塑像很好看，想去摸一摸，看看是不是黄金。瞧得入神时，身旁走过来一位衣着朴素的妇人，被一位老妈妈扶着，上佛前点香，求菩萨保佑我儿早日痊愈，只要我儿能好，哪怕折了我余下的性命，我也愿意。妇人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。那老妈妈轻声道：“夫人已在寺中斋戒数月，菩萨一定会听到您的祈愿，保佑公子快点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。”我看那妇人生得美貌和气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出声道：“夫人，您的孩子病了，该陪在他身边，带他看郎中才是，在这里斋戒有什么用呢？菩萨可没有郎中管用。”妇人睁开眼，有些惊讶地望着我，却并不生气，眼里只有看小辈的慈爱。你怎么就知道菩萨不管用呢？我默了片刻，抿唇道：“我大姐生病，娘日日求佛，头都磕破了，大姐还是死了。我家隔壁师爷家的孩子生了和大姐一样的病，师爷带他去城里，让郎中开了几副药，那孩子几个月就好了。您瞧，菩萨是不是不如郎中管用？”妇人目光复杂，瞧了我许久，眼底渐渐有些湿润。你的话没错，可是你太小了，你不会明白，当一个母亲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，便只剩下诉诸神佛这一条路了。他抬眸望着佛像，轻轻叹气，那口气落在我心上，像是咚地敲了一下鼓。我忽然明白，他未必真的相信神佛能救他的孩子，他不能陪在孩子身边，大约是有苦衷的，在这里斋戒，不过是求个心安。我轻吸一口气，沉默片刻，从一旁取香点燃，插在香炉里，希望这位夫人的孩子能早日痊愈。我拜了拜，抬头时，妇人泪流满面，却是笑着的：“多谢你。”我摇摇头，正要说话，却听见身后传来谢无咎的声音：“母亲，母亲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见谢无咎被护卫推进来，神色平静地看着那妇人。妇人怔愣片刻：“无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子好些了吗？”谢无咎不咸不淡地笑笑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说完，对我招招手：“阿离，过来，见过母亲。”我心里泛着惊涛骇浪，
原来这妇人竟是侯夫人。可她为何穿着如此朴素，又为何会住在慈恩寺中呢？我回过神来，忙走到谢无咎身边，对侯夫人扶了扶身，见过母亲。谢无咎牵过我的手，神色平淡，母亲，这就是照例。侯夫人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才轻笑道，原来这便是他们给你找来冲喜的新娘。我头皮发麻，怕被她厌恶，忙道歉，母亲勿怪，我刚才没有认出您，不是故意冒犯。你又没有见过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抬起头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我心里害怕，却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抬起头来。意外的是，侯夫人眼里却并没有责备，反倒赞赏地点点头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说着，从手腕上取下一只玉镯子，戴在我手上。今日仓促，来不及准备什么，这只镯子就当做见面礼吧。我有些惶恐，这怎么行？收下吧。谢无咎冷眼看了会儿，道，母亲，我和阿离就不打扰您清修了，改日再来看您。不等侯夫人说什么，他便示意护卫推着她出去了。我被他牵着，直到出了慈恩寺才放开。我心里有10000个不解，忍不住问他，谢无咎，你和你娘怎么这样生疏？他为了你在寺中斋戒。他不是为了我。谢无咎语气平淡，落在我耳朵里却像是平地惊雷。什么？他勾唇讽笑，他挂念的孩子另有其人。你不知道，我母亲入侯府前曾嫁过人的，她祈福是为了她前头那个孩子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福气？我惊了惊，好半天说不出话，原来侯府里还有这样的事，难怪谢无咎病得那么重，我却从未见过侯夫人。我垂眸看着谢无咎，他淡淡看着前面，目光凉薄，可我能感觉到他在难过。一路无话。回府后，谢无咎坐在院里，闭目晒了很久的太阳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安静地坐在一旁，偶尔捡捡他肩头的落花。不知第几次伸手时，谢无咎突然抓住了我的手。我下意识地一缩，你干什么？让我牵一会儿，行吗？他仍闭着眼，轻轻地握着我的手。我侧头看去，却看见他的眼角沁着半滴泪，很快又淌回眼睛里去了。他的手温热宽厚，不知怎么，我心里像有只猫乱撞一般，砰砰地跳。可很快又冷静了下来。他的心上人是柳姑娘，牵我大概只是想娘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环抱住他，轻轻地拍。谢无咎，你要是想你娘了，就把我当成她吧。无咎，乖，娘在呢。谢无咎呼吸停了一瞬，气得睁开了眼睛。别碰我。与谢无咎朝夕相处，我心态渐渐有了变化。我希望他别死，好好活着，不单只为了我自己，也是真心希望他能好起来。过了2日，早膳过后，谢无咎让我帮他寄一封信，特意交代我不要让别人看见。我不解其意，但也没有多问，将信塞进袖袋，避开旁人，从后门出府。路过花园鱼池时，却迎面撞上了谢长林。弟妹这是要去哪儿？他瞧着我，似笑非笑。我不知怎地，忽觉后背发凉，讪笑道，大伯怎么在这儿？我正想出去买些药呢。买药？我和你一起吧，无咎常吃什么药，我是最清楚的。不必了，大伯，你这样忙，怎么好麻烦你？恐怕不是怕麻烦我，而是有所隐瞒吧。他忽然凑近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我猜的对吗？有小七。我瞬间僵住，浑身血液凝固了一般。他怎么会知道我是有小七？大伯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他一把扼住我的咽喉，摁在鱼池边上，只差1寸，我便会淹进水中。那你可认得此物？他从怀中掏出一只木簪，眼神阴冷。那是我娘的簪子，我亲手削的，如何不认得？我瞳孔一缩，嗓子哑了一般，说不出完整的话。你把我娘怎么了？他把你塞进花轿，冒充赵小姐嫁入侯府，你说此事若让侯爷知道了，会如何处置他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娘没有参与此事。是吗？替嫁之事败露，你觉得赵家会怎么说？我呼吸一滞，此事若败露，赵家为了自保，
一定会将所有罪责都推给我家的。侯爷若知道，我和我娘都要活不成了。谢长林冷笑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是个不开窍的，自己找死。有小七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盯好谢无咎，把他的一举一动、事无巨细都告诉我，我便替你隐瞒替嫁之事，如何？不，二公子待我不薄。哦，他挑眉，松手，木簪扑通一声落入水中。我答应，我答应你，你别伤害我娘。我哭得发抖，连声答应他。谢无咎，对不住了。谢长林这才松开我，从我袖中抢过那封信，拆开扫了一眼。想不到他竟如此信任你。他满意的笑笑，将信塞回我袖中。以后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别露馅。我独自出府，将谢无咎的信送了出去，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他身边，按照谢长林的要求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盗取他的每一封书信。谢长林对此十分满意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透露我娘的消息，只让我好好看着谢无咎，等候吩咐。谢无咎自慈恩寺回来之后，病情渐渐好了起来，不再整日关在房中，偶尔会让我推他出府去转一转。10日后，京中人皆传太子东巡结束，就要回京了。也是这一日，谢长林找到我，让我将谢无咎骗到城外去。我颤声问他：“你不会杀他吧？他可是你亲弟弟，是这世上最信任你的人了。”谢长林没有正面回答，冷冷道：“还想见你娘吗？”我紧抿着唇，只能应下。午膳后，我借口去见一位有名的药师，带着谢无咎乘马车出城，然后将谢无咎推进了一座荒寺。药师会住在这里？是啊，那药师悬壶济世，从不收取费用，囊中羞涩，只能借住于此。你且在此等候，我去请药师出来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谢无咎，匆匆离开了荒寺。谢无咎笑着点点头，耐心地等着。可他没等到我，却等到了谢长林。我离开后，谢长林进入荒寺，默默站在谢无咎身后，很久都没有出声，直到谢无咎自己发现了他。大哥。谢无咎眼眸明亮，这要巧，你怎会在此？也是来找那药师的？谢长林沉默良久，方道：“我是来送你的。”送我？送我去哪儿？阿离呢？为何不见他？别找了，他还有护卫全都被引走了。谢长林说着，藏在身后的一只手露了出来，那手上握着一把剑。谢无咎定定地瞧着他，笑意渐渐淡了。他知道发生什么了，目中是浓浓的失望，却又藏着一丝希冀。大哥，咱们是亲兄弟。是亲兄弟，所以我亲自来送你。谢长林环顾荒寺，笑着：“记得这儿吗？小时候这儿还没有荒废，你总是闹我说喜欢这儿，让我带你来。很多年没有来过了吧？无咎，若我不是庶长子，若你早些病死了，咱们俩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为什么？为了爵位，还是幽王？”谢无咎惨笑：“看来你都猜到了。”谢长林叹了口气，目光越发的冷。这些年，我为侯府鞠躬尽瘁，可父亲却怎么也看不见我。你什么也不用做，便能得到一切，而我只因一个庶出的身份，便永无出头之日，这公平吗？现在我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，只要三皇子上位，我便能平步青云，再也不必看人脸色。我等这一天太久了，所以我绝不能让你毁了这一切。谢长林目光一凛，提剑刺向谢无咎。谢无咎动也没动，眼睁睁看着他刺向自己，直到空气中一支箭倏然而至，刺穿谢长林的右臂。啊！谢长林吃痛，手中的剑应声而落。他愤然回头，却看见了震怒的侯爷，以及侯爷身旁的我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打算任他摆布，与其让他威逼利诱，再杀人灭口，我自己坦白此事，岂不更好？谢长林惊惶地看了看我，又看向侯爷，不敢相信：“父亲，孽障！你为了权势，连亲兄弟都要杀？”侯爷红着眼，浑身颤抖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绝不敢相信，我那清正端方的长子，竟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。你可知我从来就没有因为你是庶出就看低你，也没有想过要把爵位传给无咎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
谢长林如遭雷击，怔愣许久，咬牙笑起来，回不了头了。幽王的人已经找到太子，现在太子恐怕已经人头落地了。父亲，您还是早点弃暗投明吧。他笑得猖狂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谢无咎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目露怜悯。你怎么就确定幽王已经杀掉太子了？谢长林一怔，惊慌回头，却看见谢无咎缓缓站了起来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你……我和侯爷也愣住了。我并不知道谢无咎是可以站起来的，我与他朝夕相处这么久，竟一点也没有发现。荒寺外突然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一道尖细的声音划破寂静：太子驾到。谢长林一震，不可置信地盯着谢无咎，你从一开始就在做局？不错。谢无咎怜悯地看着他，苦笑，只是我从未想过入瓮的会是大哥你。谢长林被抓走了，至此一切真相大白。谢无咎和太子早已发现，有人暗中与幽王联手，意图谋害太子，只是那人隐藏得极好，他们一直查不到那人。于是为了引蛇出洞，谢无咎开始装病，导演了一出大戏。一开始他并没有怀疑过谢长林，直到那次割肉入药，谢长林演得太过，这才让谢无咎起了疑心。至于那些信，自然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回侯府的路上，我看了看谢无咎，尴尬笑笑。与你朝夕相处这么久，我竟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病是装的。甚至在我向他和侯爷坦白身份后，他也没有告诉我。谢无咎一怔，垂望着我，有些抱歉，之前是形势所逼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啊，小七，我并非不信任你。我明白，这都是为了大局嘛。毕竟连侯爷都被他骗了，可心里还是有一点失落。我垂眸捏着衣角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转眼间，马车已经到了侯府。谢无咎顿了顿，轻声叮嘱我和父亲还要进宫一趟，你先回家吧。好吗？等我回来，你想问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我点点头，怕显得太矫情，又抬头笑笑。好。他这才放心，转身下了马车。回侯府后，女眷们一拥而上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只说不知道。他们觉得没趣，也就不问了。一群人坐在前厅，焦急地等消息。几个时辰后，宫里终于传出了消息，说幽王已经被贬为庶人，关进天牢了。只是谢无咎和侯爷何时能回来，尚未可知。女眷们心急如焚，不停地让下人出去继续打探。我却看了看日头，然后默默回到房间，开始收拾包袱。幽王被处置了，那谢无咎和侯爷就不会有事了。知道他们平安，我也就可以放心的走了。我并非照理，替嫁一事，侯爷不处置我，已是仁慈，我怎么能厚着脸皮留下来？何况我与谢无咎并无夫妻之实，婚书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，这婚事自然做不得数。我该回家了。我取下侯夫人给的镯子，仔细包好，放在首饰盒上，又拟书信与谢无咎辞别。我的字不好看，写了好几遍，涂涂改改，勉强能看。磨蹭许久，我才背着包袱从暗道离开侯府。出城时恰至黄昏，我雇了一辆牛车拉我回乡。牛车摇摇晃晃，尘烟四起，我回头看着金灿灿的京城，心中竟有些不舍。很快我转过头去，释怀地笑笑。我走了，谢无咎和柳姑娘就能在一起了吧？真好啊！我朝拉车的大婶喊道：婶子，再快一点，我娘正等着我回家呢。我回到尤家村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村东头的茅草屋门口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夜风寒极，他缩成一团，不肯进屋。在看到我一深一浅的身影时，他一下站了起来，嘶哑地喊着：小七！这一声惊动了许多人，屋里4、5个哥哥姐姐一拥而出，搀着娘向我跑来。七妹，小七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抹了一把泪，抱着娘哭。10日前，谢长林派人将他捉走了。我向侯爷坦白后，谢无咎便派了人将我娘救了出来。为了不惊扰谢长林，仍将他藏着，直到今日才送回家。我没想到他会一直在门口等我。倘若我不回来呢？倘若我回不来呢？我不敢想，抱着他舍不得撒手。过了许久，
一家子才进屋去，爹洗了手，急急忙忙给我下了一碗面。我抱着碗，狼吞虎咽，和家人说着我1个月里的经历。我说侯府顿顿白米饭，又香又甜。我说我住屋雕梁画栋，美轮美奂，绸子做的衣裳穿也穿不完。说着说着，天都快要亮了，我望着外头慢慢变淡的月亮，不知怎么就掉下泪来。我想，我去过一个地方，喜欢过一个人，真值啊！想着想着，村里的鸡突然打鸣，村里的狗也扎堆的飞个不停。好多人家都被吵醒了，披件衣裳开门出来看。我也打开门，探头往村口看。这一看可不得了，我竟然看见谢无咎了。在薄薄的晨光里，在浓浓的雾气里，他牵着马，踏过村里的黄泥路，一深一浅地往我家走来。我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会来找我？怎么会连夜来找我？我是困晕了，做梦了。我把门关上，又重新打开，再看一遍。这下他离我更近了，都到我家门口了。他衣裳都没换，眼中布满血丝，憔悴着急的不像样，望着我喊：“小七！”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，魂儿都丢了半个。我说：“二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谢无就气个半死：“好你有小七，堂也拜了，房也圆了，你说不算就不算。”我何时？我正要争，脑袋一疼，忽然闪过一些零零碎碎的事。洞房夜，我好像的确把他给办了。对了，是谢长林和幽王给我下了毒。原来我和他早就……我不知怎地，委屈不已，说不出话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谢无就走上来，抱住我，脑袋埋在我发间，比我还委屈。我娘不要我，我最信任大哥想害我，如今就连我心爱的女子都要抛弃我，我这人就这么糟，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？心爱的女子，我抽泣，你心爱的女子不是柳姑娘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大家都告诉我了，你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我和她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亲妹妹似的，能有什么心思？她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成亲第2天，她还说要跟你好一场。你可知她为何那样说？她在外头和旁人珠胎暗结，怕此事败露，才想赖到我头上来。我碍于亲戚的面子，不想与她撕破脸罢了。什么？我惊了惊，回想柳寒烟说过的那些话，心底生寒，我竟让她算计了。我要找她算账。罢了罢了，她已经和那人跑了，你找不到她了。谢无咎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：“小七，和我回去好吗？”我愣了愣，犹豫，可我与你都没有正经拜过堂，婚书上也不是我的名字。那咱们就再拜一次。后来啊，我与谢无咎又成了一次亲。这次拜堂，侯爷侯夫人，我爹我娘全都在。我在婚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我瞧着婚书，想着这回可作数了。新婚夜，谢无咎低头亲我，我一皱眉，哇的一口吐了。他急忙请了郎中，郎中说我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谢无咎望肚兴叹，他原以为这回他能主动了，没想到却被这小娃娃坏了事。他贴在我肚皮上，咬牙，且再忍1年，君子报仇，1年不晚。我摸着肚皮，咯咯笑了。后来我生了个胖娃娃，取名宁儿。那时侯夫人仍在慈恩寺中，很少回府。我带着谢无咎去了慈恩寺，把宁儿递给侯夫人。她喜欢小孩，抱着久久舍不得撒手。我与侯夫人说话时，谢无咎就抱着臂，高冷地站在院里，背对我们，一声不吭。我看了看谢无咎，刮刮宁儿的鼻梁，说：“母亲，您看她长得多像无咎呀。”侯夫人笑盈盈地说：“是啊，无咎小时候你也曾这样抱着她吗？”她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怔了怔，很快垂下眸子。我厌恶侯府，是因为他父亲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与侯爷纠葛多年，最终伤害的却是无咎。我身为人母，怎么会不疼他呢？我也想过弥补他，可他实在怨我，不肯与我亲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沉默良久。我不知道您与侯爷发生过什么，可我知道无咎他怨您，是因为他心里仍希望您爱他。小时候我家孩子多，我娘不能总把心思放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她无暇顾及我时，我也会怨，会故意不理我娘。可是只要娘抱抱我，给我煮一颗鸡蛋，那些怨
就通通没有了。我又会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了。我想，吴舅和我是一样的。空气安静了许久，侯夫人抬眸看着院中一身孤绝的谢无咎，她抿唇笑笑，无咎。良久，谢无咎才转过头，不咸不淡地问：母亲可有吩咐？你过来。谢无咎迟疑片刻，抬步走来。什么事？话未说完，侯夫人已拉住他的手。他怔了怔，下意识地想要挣脱，侯夫人却牵得更紧了些。他望着他，温柔地笑着：房中太闷了，你陪我去花园转转吧。谢无咎慌张地垂下眸子，片刻，耳朵变得通红，短促地点了点头。侯夫人这才松开手，抱着宁儿往门外走，一边问他：孩子可有表字？这几日朝中忙不忙？谢无咎起初远远地跟着，走了一会儿，却又偷偷靠近，母子俩第一次肩并肩的，慢慢地走着。离开慈恩寺时，谢无咎抱着孩子，心情颇好。小宁儿，你笑什么呢？说给爹听听好不好？我在一旁抿唇笑着，没有出声。虽然谢无咎和侯夫人之间依然有些生疏，但今日至少是个好的开始。走了一会儿，谢无咎对我轻声道：多谢。我回过神来，抬眸望着他，谢什么？他顿了顿，转过头逗弄宁儿，自然是谢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。真是个别扭的人，不过还挺可爱的。日头越发低了，四周屋舍都镀上了一层金色。谢无咎催促我：娘子，咱们快回家。急什么？他低低的笑：天快黑了，你说急什么？什么？又来？谁叫你当初怀疑我不行？我一定要你看看，到底是谁不行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